这碗多少钱呢？8000。银着的啊、哦。嗯。它也属于藏银是吧？纯银的，不是藏银。啥忘了？下家店的宝珠盒，都是玛瑙的是吧？对，玛瑙菊。这也都一样价吗？这仨行，都有2500行。2500都是2500一个。这个呢不一样，这个好年份前点。不是，也是一样的，都是下家店的。全是蕨哈。对，我有的有玉蕨、玛瑙蕨，然后松石、天鹅石啥的。都是小件啊。配饰啥的能多一点。大家好啊，圣经淘宝日记啊，我是老王，这是我今天的收获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的啊。这是一个和田青玉的一个观音牌啊，它上面这种工艺啊，我也说不好是什么工艺啊。它这个瞅着特别像错金银，但是还有点不像，它这个太工太细了啊。然后呢，有可能就是溜的金啊。反正是创汇期左右啊，不是说很老，但是这个工艺太好了啊，这玉质也是没问题啊，和田青玉的。你看这个光气啊，这个蛤蜊光非常漂亮啊，这个牌还是非常精致的啊，我觉得啊。这个是一个大毛骨的啊，一个老的，然后它也是一个财神类的啊，隆恩真君啊，没听过啊，没听过这个。有知道的吗？这也是一位神仙呢啊，这有点像那个门神啊，那这东西还是挺好的啊，皮壳啥都不错啊。一个小管啊，一个小扁形的小管珠啊。这是和田白玉的一个佛像啊，这个玉质白度啊非常高啊。藏传的啊，藏传的一个应该是个琉璃啊，琉璃的一个两边有那个藏银子包裹的一个珠子啊。辽金的啊，辽金的一个玛瑙珠。这是一个南红的啊，南红柿子红啊，川南红啊，一个手串啊。然后这个是也是一个藏传的啊，一个小配饰啊，小勒子啊。一个和田玉的啊，一个福禄寿的一个题材的一个牌子啊，青白玉啊，玉质不错啊，工也比较漂亮，两个小鹿啊，加一个偏斧。一个瓷龙的一个小勒子啊，穿墙龙啊。藏传的一个青稞珠啊，它这两边是银鎏金啊，进行了一个包裹啊。这是一个老珠子啊，击鼓白，然后这边打灯是能见绿的啊。这颗珠子品相不错啊，非常有味道啊。然后底下带了一个小和田玉的小方形的小玉璧啊。一个玛瑙的一个手串啊，都是这种筒形珠啊，老禅师啊。这个是一个那个鹿的啊，鹿角的一个扳指啊。翡翠的啊，翡翠的一个鹿通啊，藕片。高古的一个虫啊，这个虫这个品相不错啊。它上面还带了一个大钱儿，这个大钱儿不知道啥时候的啊。这要是真的话，它是不是比这虫都贵呀？这不知道什么钱儿啊。
这钱儿其实瞅着也挺老气哈。一个那个紫水晶的啊，紫水晶的一个珠子啊，2.0左右啊。青金石的啊，青金石的一个辽金的啊，上面是带这个鹤啊，还有这个花草的啊，一个春山秋水的一个镂空的珠子啊。一个大的一个雌龙臂啊，这个2条大龙啊，非常漂亮啊。然后后边这纹饰更厉害啊，看着这是4条龙啊，互相交织着啊。雕工也非常厉害啊，这个玉璧还是不错的啊。一颗珠子啊，中间带腰线的啊，腰缠万贯啊，玛瑙的啊。它这个是线啊，这个不是柳，不是裂啊。一个红沁的一个小凤鸟啊。这是一颗老银子的啊，老银子的一个珠子啊，这工特别好啊，这两边这工特别好，当一个配珠是可以的啊。应该也是2.12左右，2.2啊，2.2一个尺寸啊。上面你看这个花，还有这个小蝴蝶是吧？这是小蝴蝶和这个什么花这是？边上这一圈都像这是莲花啊，这工特别漂亮啊。一个天珠啊，一个棱形珠啊，带这种纹饰的啊。一个小玉璧啊，这边是云纹，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浅浮雕的一个龙啊，雌龙啊。长鼻子的啊，长鼻子的一个大的一个圆形的一个大牌子啊。后边是佛，前面是大肚弥勒啊，都是那种微雕的啊，这种工特别好啊。一个清代的一个铜的一个锁啊，这还好使呢啊，这是钥匙啊，这能打开的啊。这是一个明代的一个小人啊，一个小玉贵人，这边有一点鸡骨白啊，这个玉子是和田加点糖啊，料子非常好。一个大的一个玛瑙珠啊，是一个锁骨链啊，可以调节大小。紫水晶的啊，紫水晶的一个脖挂啊。这是一个水晶，就是水晶啊，白水晶吧，一个手串啊。这个很净啊，这个纯净度非常好啊。这也是一个老的啊，但是水晶这种东西它上包浆是很慢的啊，它的硬度非常高，上包浆它比玉上包浆还慢啊，这东西非常净啊。一个牙的啊，一个牙的一个珠子啊，这个是一个自然纹理啊，它这种牙这种东西它是有纹理的啊，越时间长越那啥，像开片似的啊。一个老珠子啊，这玉质油润度不错啊，光气非常好。这是一个玉的一个发簪啊，一个和田玉的一个龙头的一个发簪啊。一个红山的啊，红山的一个地方玉的一个小箫啊，小玉箫，皮革不错啊，油润度非常好。这是一个黑沁的一个玉熊啊。和田白玉的一个手串啊，然后它是配了一个瓷的珠子啊，这颗瓷珠子非常有味道啊，上面带寿字纹的啊。这是一个青花釉里红的一个珠子啊，珠子很漂亮啊，这个白手串就是白度细度都非常好啊。
这是一个蓝宝的啊，蓝宝石的啊，蓝宝石的大肚弥勒啊，这块有孔啊，也可以佩戴的啊。这东西手头特别重啊，这种东西密度大。南红的马啊，这是一个元代的啊，大开门的啊。琉璃的啊，也是非常老气的一个鹅啊，一个辽金的回头鹅。这是老珠子啊，都是和田玉的老珠子啊，还有这个墨玉的啊，有的都是带点沁色的啊。这颗是一颗西亚的珠子，玛瑙珠啊。金刚杵啊，一个天铁的金刚杵，双色铜啊。南红的啊，南红的一个手串啊，带了一颗天珠啊。明代的啊，明代的一个瓷龙的一个大带板啊。明代的龙还是有明代的特征的啊，它这种龙都是它那个嘴呀，就像那个鸡啊，有点像那个小鸡子那个嘴似的啊，看着像大公鸡那个嘴啊。它每个时代的龙是不一样的啊，胖瘦啊，什么是高矮的。这个是一个和田玉的一个章啊，上面还带几个小环啊，然后印文不认识啊，遗子孙啊，遗子孙呐，这是比较简单的呀。但这几个字写的挺有意思哈。一个和田玉的一个鼻烟壶啊，像这种都是有牛毛纹的了啊，就是一种老玉啊，它这有那个沁色了啊。一颗这个玛瑙的啊，一个有点方形，不是圆溜，方形的一个珠子啊，然后做了一个手链啊，这可以调大小的啊，就可以戴上啊。这颗珠子还是挺漂亮的啊。这是一个老玛瑙的一个圆形珠啊，编的这么一个脖挂啊。这小珠子还是都挺不错的啊，光气呀、颜色呀、形状啊都非常舒服啊。然后底下是配了一个红山的一个玉斧啊，一个大斧子。看这个茬断茬啊，老茬都是老茬啊。这是一个小羊角锤啊，这个锤一瞅也是个老件啊。然后它这个木头啊，这个木头是个花梨木，它是一个老秤杆子啊。你看这上面还有这个树呢啊，那种小钉啊，小铜钉呢，是老秤杆改的啊。后边是个铜包裹的啊。这是一个长鼻子的啊，一个牙的啊。事事如意啊，狮子鬼绣球啊，这是个老件啊，明代的啊，明代的老狮子啊，一瞅这狮子，你看这个弓啊，它这个状态啊，还有这牙的开片啊，这东西非常好啊，非常漂亮啊。一个梁楚的啊，梁楚的一个扁形的一个勒子啊。它这块是这就是梁楚典型的兽面啊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像狮身人面像似的啊，你看见没？这弓非常细啊，这玉质也是很特殊的啊，很漂亮啊，这件儿。这个是车啊，海里的东西啊，它都是切成片了啊。这个揣手串什么的，做隔片都行。这东西还是比较老的啊。民国的啊，晚清民国的一个铜的一个弥勒佛啊，它这是坏了一些，应该是啊，有过修补。东西是够老。这是酱沉香啊，味道不错啊，这个味道非常好。
挺长的一大串啊，油性都非常好啊。这是一个香炉啊，大明宣德年制的一个款儿，然后它外边啊这个缠枝连纹呢都是篆刻的啊，然后这块还有2个小兽啊，一边一个小兽，铜的啊，手头也是比较重的啊。这是一个挂着的一个佛啊，然后这边还有2个小佛。这种一般来说还是很少见的啊，底下还带了2个那个，也是沉香啊，药沉香。一个白铜的啊，这是一个白铜的一个木盒啊，这个是一个大尺寸的啊，上面的所有的图案都是手工篆刻的啊。然后今天东西就这么多啊，喜欢老王的还是给老王点点免费的关注啊，老粉丝还是给老王点赞啊，然后谢谢大家啊，我们下期再见啊。